古希腊神话中描写有一具行走于陆地上的机器人，它是克里特岛的守护神。传说中呢是宙斯打造的金属人形自动机器人，而且是个巨人，名叫塔罗斯。他会锁定陌生的来人同时捡起岛上的巨石，抛向任何企图靠近克里特海岸的陌生船只。与现代的武器有没有关联呢？而无独有偶，老美的海军的一套武器新系统也贴切的以塔罗斯命名。同时，在远古世界的7大奇迹之一的罗德岛巨人雕像是否也与其有关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希腊传说。而古希腊神话里第一具行走于陆地上的机器人是一具青铜巨人，名叫塔罗斯。塔罗斯呢是一尊守护着克里特岛的活动雕像，是身兼锻造之神以及发明科技守护之神的赫菲斯托斯所打造的3具机器奇迹之一。那么这些引人惊叹的神物是宙斯为了其子传说中的克里特岛的第一位国王米诺斯而委托打造的赠礼。青铜巨型机器人塔罗斯的职责呢是守卫克里特岛不受外来人的入侵，所以塔罗斯每一天绕行这个克里特岛3圈，守卫米诺斯王国。他身为金属人形自动机器人，能够做出如同人类的复杂的动作。赫菲斯托斯设计造出的塔罗斯会锁定陌生来人，同时捡起岛上的巨石，抛向任何企图靠近这个海岛的陌生船只，击沉所有的不速来客。所以塔罗斯这个巨型的机器人具有另一项与人类特质相同的，它还能够近身搏斗时做出拥抱的动作。但这个拥抱的后果与展现人性的温暖的动作背道而驰，反而比较害人。它能够加热自身的青铜躯体，直到炙热火红，将拥抱在胸膛中的人活活炙烤。所以塔罗斯各种能力都是受一套内在的系统驱动的，而这套系统内流淌的传说就是神界的灵液，而非人的鲜血。所以塔罗斯到底是什么呢？在希腊的《阿尔戈英雄记》当中有这么一段故事记载：伊阿宋呢与阿尔戈英雄们准备带着珍贵的金羊毛返乡，他们的船舰亚果号却因为海上的飓风而无法航行，所以再加上众人连日征战就很累了，所以一行人于是就先转往在克里特岛的2座高崖之间的避风港暂泊。当时岛上的塔罗斯就盯上了他们，这个巨大的青铜守卫者立刻就拨下了悬崖上的这个岩块朝着船上的众人就丢了过去。而阿尔戈英雄们该如何逃离这个人形巨型的机器人的魔掌呢？船上的水手们都害怕的浑身打颤，绝望的努力将船划离那个海岸边。而当时出面为这些英雄解围的是一个女巫呢，名叫美狄亚。美丽的美狄亚是金羊毛的国度她是一位在黑海畔的科尔基斯国王的公主，她能够像人类或兽类催眠施咒，所以美狄亚通晓抵御烈火之道。而美狄亚呢已经盘算好要将塔罗斯一举摧毁。在阿戈尔英雄记中呢，美狄亚利用的是心智控制术，以及他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内部构造所熟悉，所以他知道这个赫菲斯托斯呢是以一条体内动脉或者是管子的东西而打造出了塔罗斯。从头到脚呢，在管子中有东西在流动，是天上的诸神赖以生存的灵液。而这套仿生的体内系统在塔罗斯的足处呢有一个青铜钉或者是某种栓塞的东西给封住了，所以美狄亚就知道这个机器人的弱点呢就在脚踝的地方。而在阿波罗尼奥斯的描述中伊阿宋和阿尔戈英雄们害怕的往后站，看着这个美狄亚和可怕的机器巨人斗争。美狄亚愤怒的咬着牙呢，口中就喃喃自语的念着这些谜一样的咒语。他具有穿透力的目光就紧盯着这个塔罗斯的双眼，并发射出某种有害的传心术，让塔罗斯因而丧失判断能力。在捡起巨石准备攻击他的时候呢，塔罗斯的脚突然一个踉跄呢，锐利的巨石就在他的脚踝上划出了一道口子，划破了这个机器人身上唯一的一个弱点的血管处。当他的生命的能量流出体外的时候，塔罗斯摇摇晃晃，犹如一棵遭人从树底砍断的巨松，就倒塌在了海滩之上。还有一种说法是美狄亚用令人迷茫的灵药制服了塔罗斯，继而运用暗示的威力让塔罗斯产生幻觉，让他预见了自己梦幻般的横死景象。接着这个美狄亚操弄这个机器人的情绪，所以这个塔罗斯在这些描述中是具有某种意识与智能的，受到了人性的恐惧与希望的影响。而美狄亚说服了塔罗斯相信他真的能够让他长生不死，唯一的方法就是拔掉他脚踝上的那颗封住神圣灵液的那个塞子。所以塔罗斯居然同意了。当脚踝上的这颗关键的铜钉拔去的时候，塔罗斯体内的这个灵液就流了出来，他的生命也就如此衰竭了。
在故事中如此鲜活的画面呀，描述了这个巨型青铜机器人难道真的真实存在过吗？根据古希腊学者的记载，罗德岛的阿波罗尼奥斯曾经念及那一座建于公元前280年的雄伟的罗德岛巨人像，而这尊雕像的铸造工程技术精良，涉及雕像的上层部分的内部空间构造和外部的青铜包裹技术，所以罗德岛巨人雕像曾经是远古世界的7大奇迹之一，一直以来是一个人类难以破解的谜团。在传说中，太阳神赫利俄斯青铜雕像手持火炬，为来往的船只指明方向。可是这些都只是被记载于史籍之内啊，毕竟没有人亲眼见过它。太阳神巨像位于爱琴海的希腊罗德港口，整座雕像传说36.5米高，一个脚趾头就需要2个人合抱才可以抱住它。它以大理石建成再以青铜包裹，而它的手中的火炬则为灯塔，彻夜不息，为过往的船只导航。巨像铸造完工之后，过了56年，毁于公元前226年的一次地震当中。这座巨型的雕像建在罗德市的港口的入口处，从太阳神巨像的建立到毁灭，仅仅过了56年的时间。然而，这座巨像却在著名的世界7大奇迹的名单里赢得了一席，但这也是古代7大奇迹中寿命最短的一个。而罗德岛太阳神巨像的建立还得从战争的史诗说起。在公元前408年呢，在古希腊罗德斯岛上有3个城邦，为了增强国力呢，抵御外敌这3个城邦就合在了一起，他们就拥有了一个统一的首都的名字，叫罗德城。当时的罗德繁荣昌盛与埃及一直存在着很密切的经济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使得埃及国王托勒密一世呢强大的对手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一世心生疑虑，为了消除埃及与罗德之间的联系可能带来的威胁，所以在公元前305年呢，当时的马其顿国王托勒密一世就下令挥兵攻打罗德斯岛。攻击者的数量加起来比罗德斯岛的全部人口还要多，所以他带来了超过4万名的士兵、200艘战舰、170艘运输船，很多大型的战舰上还搭载着各种各样的塔楼、弩炮，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工程兵团，他们可以制造专用的工程武器。所以在围攻罗德岛的过程中，这些工程师又造了一个更加壮观的武器是一个高45米的高塔，上下共9层，仅仅是第4层就已经达到了罗德岛的城墙的高度。弓弩手可以居高临下的射杀守军，而射击口内架设的弩炮可以破坏城墙。安放在中层位置的投石车还能够发射重达3塔伦特的这个实弹。虽然它很强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当时在冬季地中海各地经常的风雨大作，一场巨大的夜间风暴之后直接摧毁了这座重心太高的塔楼。守军因为有港口和防波堤的保护呢，所以在风暴中幸免于难。想不到这个小小的罗德岛竟然久攻不下，在巨大的军备消耗的压力下呢，最后托勒密一世只能无奈放弃他们撤离了包围罗德岛的军事力量，并舍去了巨额的军事装备。在公元前304年，两国达成和解。而罗德斯人为了歌颂他们在这样的战争下能够团结一致的精神，决定将战争获得的军事装备全部都变卖。罗德人用缴获的青铜武器12.5吨，用获得的金钱和资金融化之后，历时12年之久呢，建造了属于他们勇气和团结象征的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巨大雕像。赫里俄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依据赫西俄德的神谱是提坦神许伯里温与推亚的儿子。传说他每日乘着4匹火马所拉的战车在天空中驰骋，从东至西，晨出晚没，令光明普照世界。在后世的神话中，他与阿波罗被逐渐混为一体。在罗马呢，他被称为索尔。为了建造这个雕像呢，雕塑师则请来了当时的雕塑大师哈列塔斯。哈列塔斯的团队大约花了12年的时间，一座雄伟而威严的太阳神巨像就屹立在了罗德港港口的石座上。传说中，神像头戴太阳光芒的冠冕，而左手手持神鞭，右手高举着火炬，两脚站在2个港口的巨大的石座之上。所以神像手举的火炬即为灯塔，昼夜照亮，为过往的船只导航，目送罗德斯人出航，保佑他们平安归来。制成后的这个太阳神巨像高约36.5米，重达12.5吨。太阳神的内部是中空的，里面用石头和铁支柱加固，所以外面则用青铜覆盖。巨像的青铜材料比铁更坚固，能够抵抗极端的天气条件，所以非常的适合，特别是暴露在充满盐的海洋气候当中。在太阳神像建造以来呢，一直屹立在港口之上，直到公元前226年呢，罗德岛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地震毁坏了城市大部分的建筑，而巨像也无法幸免。在它最不牢固的地方，膝关节处断裂了，整个巨像轰然倒塌。作为罗德的盟友埃及呢，托勒密3世试图为罗德斯人提供援助。
而这笔援助款原足以修缮这座倾倒的这个巨大的太阳神像。但是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呢，就是罗德斯人突然接到了一道神谕，神谕就拒绝他们重建巨像。在接下来的近几千年的时间里，残破的这个太阳神像雕像一直就倒塌在这地震后的这个废墟港湾里面。所以老普林尼在公元前1世纪见过它之后，就这样描述道，他说，即便这是一个骗局，也激发了我们惊奇和钦佩啊！一个人张开双臂呢，都抱不住他的一个大拇指；一个人呢，只有他的一根手指那么高。在四肢断裂的地方呢，能够看到巨大的空洞的展现，在其中可以看到大块的岩石。雕塑家在树立岩石时啊，将其压得平展，即使躺在地上呢，它也是一个奇迹。它是居住在美丽的地中海啊，罗德岛人的团结一致的象征。在公元前653年呢，阿拉伯人大肆的入侵罗德岛，惊奇的发现了这座存在于巨大神像的残骸。于是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将残骸运到了叙利亚，以不菲的价格就卖给了一位商人。据史料记载，商人当时用888头骆驼啊，将巨像的残骸运走，其后便不知去向。曾有西方的作家如此评论道，说在过往时的这个废墟中挖得越深呢，就越是明白啊，古人所筑起的建筑啊，令现代的摩天大楼都黯然失色。他们埋葬死者的坟墓，连当今的千万富翁都负担不起。他们创造的艺术啊，让现代的世界无法企及。所以远古巨像机器人是否真实存在呢？从以上诸多流传的古老故事当中啊，我们找到了一些残篇可循。因为陶器和钱币上的绘画仍有助于填补这块拼图。菲斯托斯呢，是青铜器时代的克里特岛伟大的米诺斯文明的3大城市之一。该城的钱币就是一个案例啊。在这座城市大约公元前350年啊，便将塔罗斯刻在了银币之上，以纪念这位米诺斯王的青铜卫士。这些钱币啊，呈现出面朝前或侧面看到塔罗斯正展现着抛石块的威吓的动作。得以留存至今的古代资料中啊，菲斯托斯银币上的这个塔罗斯却有着双翼在身后，而这双翅膀可能是一个象征性的主题啊，标志着他非人的状态，暗指他在寻岛或守卫时啊，有着超乎人类的动作。而菲斯托斯的这个银币的背面还可见塔罗斯有黄金神犬拉耶普斯陪伴在侧。这只神犬也是赫菲斯特斯为米诺斯王国打造的3大机械奇迹之一。无独有偶，在1965年呢，一枚出土的钱币上就打破了专家们争论不休的僵局啊。这枚钱币出土于罗德斯岛内，它的年代被鉴定为公元前3世纪左右。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这枚钱币上有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头像，而经过专家们的仔细鉴定呢，确定该头像正是太阳神巨像哈利塔斯的临摹。而罗德斯形象早已经出现在了公元前约400年前的希腊的红陶瓶上，这些陶器瓶上细节就展示出了罗德斯在内的生物构造，一套在脚踝处还有栓塞的那个风柱，当中还充满了灵液的这个脉动的系统。这些故事早在公元前5世纪已经广为人知，留存的陶瓶上的图案就揭示了塔罗斯的形象，而在古希腊时期啊，是何等的一个模样。呈现的这个塔罗斯当时是半人半机械的，上面说若要将之摧毁呢，则需要运用技巧。塔罗斯也有可能是一种远古时代的先进武器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塔罗斯的体内有着神秘动力的单一导管，主要的成分为铜和青铜，具有着高的导电性。但古人并不知道这一事实啊。在2017年呢，《大众机械学》一书将曾为塔罗斯体内的灵液与机器人人形身上流出的蓝色液体，就叫合成磁性水力传导。所以也许塔罗斯是一种远古武器，也许是一种武器警报系统与制导的导弹合二为一。为什么这么说呢？也是有一些线索的。因为现在大型的地对空导弹是在1958年用于作战的。由于塔罗斯身为辅助米诺斯国王的海军的角色，所以老美海军的一套武器新系统便也贴切的叫为塔罗斯。军方在1947年启动研发之际，便开始为这套系统寻找合适的名称，因为它是以惊人的高速翱翔天际，因而通体炙热火红，对付敌人的方式呢也非常相似，是将对方拥抱烧成灰。而这个现代描述中的塔罗斯的飞弹呢，让人联想起来它在菲斯托斯钱币上有双翅的一个形象。塔罗斯在1948年呢获得允许作为新式的喷射引擎推进导弹之名，就与古代的这个青铜巨人在克里特岛上的职责相同也许有一天考古学家们能为我们解开这个千古谜团。包括罗德斯岛，在1984年的春天希腊政府就提出了准备重新的修建太阳神巨像。不久的将来世人也许能够重新的看到几千年前屹立在这里的太阳神巨像，领略巨像的雄伟风采。所以大家觉得呢？
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以上呢有部分未经证实的内容，大家不要太当真哦。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